马斯克正在布一个1万亿美金的局，而绝大多数人连第一步都还没看懂。今天这个视频，我会把整个局的每一步都拆给你看。你会知道 SpaceX 这次 IPO 到底有多反常，为什么说它根本不是为了融资，马斯克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推动两家公司的合并，以及作为普通投资者，你到底有哪些真正能抓住的机会，又有哪些绝对不能踩的致命陷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马斯克最后真的会把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成一家超级公司吗？觉得这是他必然会走的一步棋的打，必然觉得这只是市场的无稽之谈，根本不可能的打做梦。最近有一条消息在投资圈传得沸沸扬扬，说 SpaceX 已经确定了 IPO 的日期，就在今年的6月12日会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是 SpaceX。这条消息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半信半疑的，因为马斯克之前不止一次说过 SpaceX 要等到火星殖民计划稳定之后才会考虑上市。但当我看到后面跟着的那些具体细节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我做投资这么多年见过的大型 IPO 没有100也有80，但像 SpaceX 这么玩的，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它的整个 IPO 结构从设计之初就充满了刻意的算计，每一个数字都精准地踩在了人性的弱点上。首先第一个反常的点，它会拿出30%的份额预留给散户。你知道这有多罕见吗？一般来说，像这种级别的科技公司 IPO 散户能拿到10%的份额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绝大部分的股票都会被大型机构、对冲基金和早期投资者提前包圆。很多时候普通投资者连打新的资格都没有，但这次 SpaceX 直接拿出了1/3的股票给散户，看起来好像是良心发现，要带普通人一起发财。但你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吗？第二个更反常的点，首日上市只释放4%的流通股。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4%。一家上市之后目标估值达1.75到2万亿美金的超级公司，第一天只拿出约700亿美金的股票卖给市场，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世界所有盯着 SpaceX 的资金都要去抢这一点点可怜的筹码。你想想，供需关系会失衡到什么程度？第三个点，锁定期规则非常特殊，马斯克本人承诺366天不减持，其他早期投资者原则上有180天锁定期，但可在2季度财报后约7月底开始分阶段提前解锁。此外，还有5%的轻油股完全免锁定期，上市首日即可抛售。这意味着市场上并非只有4%的股票在流通，抛压会在上市后逐步释放。把这3个点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这根本不是一次正常的 IPO，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稀缺性陷阱。它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融资，而是为了制造一场史无前例的抢购狂欢，让 SpaceX 的股价在上市第一天就一飞冲天。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觉得这件事不简单了，先点个赞收藏一下，后面我会讲到最核心的权力博弈部分，那才是整个局真正的关键。很多人看到这里就划走了，最后只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成为这场狂欢里最无辜的接盘侠。你可能会问，马斯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缺钱吗？ SpaceX 缺钱吗？当然不缺。现在的 SpaceX 光是星链业务的估值就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金，每年还有 NASA 几十亿美金的订单，现金流状况良好。那他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上市，还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推高股价？答案其实藏在另一家公司里，那就是特斯拉。很多人都以为马斯克现在最看重的是特斯拉，但其实恰恰相反，现在的特斯拉已经成了马斯克的一块心病，甚至可以说他在特斯拉遇到的麻烦才是他急着让 SpaceX 上市的真正原因。你有没有发现，最近1年多，马斯克在特斯拉过得非常不顺心。先是他那笔500多亿美金的薪酬计划，曾在2024年被特拉华州横平法院否决，引发了长达2年的法律拉锯战。虽然2025年底最高法院最终恢复了该方案，但这场风波也让董事会的独立性受到更多关注。他在特斯拉的决策流程确实比以前受到了更多约束。现在的特斯拉已经不是那个马斯克可以说1不2的特斯拉了，他要做任何重大决定都需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还要面对股东的诉讼，甚至还有法院的干预。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在 SpaceX 情况完全不一样， SpaceX 用的是双重股权结构，马斯克手里的 B 类股票一股相当于10股的投票权。 IPO 前他总持股约 49.9%， 含未成熟绩效股。 IPO 增发后稀释至约 42%， 但仍拥有 85.1% 的绝对投票权。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 SpaceX 没有任何人能解雇马斯克，没有任何董事会能推翻他的决定，也没有任何法院能干涉他的运营，他就是绝对的老大，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边是在特斯拉处处受制，连自己的薪酬都曾保不住，另一边是在 SpaceX 拥有绝对的权力，没有人能管得了他。如果你是马斯克，你会怎么选？这就引出了整个阴谋论最核心的部分，马斯克极有可能会用已经上市的 SpaceX 去反向收购或者合并特斯拉。一旦这件事成了，他就可以把特斯拉的所有资产、所有业务都转移到自己拥有绝对控制权的 SpaceX 旗下。到那个时候，他在特斯拉失去的所有权利都会加倍的拿回来。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特斯拉现在的市值还有1.56万亿美金，比 SpaceX 当前1.75到2万亿的 IPO 目标估值略低，怎么可能被 SpaceX 收购？但你先别急着下结论，你想想，如果 SpaceX 上市之后，股价被炒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呢？如果 SpaceX 的市值远超特斯拉呢？到那个时候，用 SpaceX 的股票去换特斯拉的股票，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借口，那就是技术协同。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特斯拉和 SpaceX 其实是天生一对，他们之间的技术互补性比任何两家公司都要强。先说特斯拉这边，特斯拉现在最大的故事是什么？是全自动驾驶，也就是 FSD。很多人以为 FSD 靠的只是摄像头和算法，但其实根本不是。当全球有几千万辆特斯拉同时在路上跑，每一辆都需要实时传输海量的视频数据和传感器数据，现有的地面网络根本撑不住。尤其是在那些偏远地区，没有基站，没有光纤，自动驾驶根本就无法运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星链。星链现在已经在天上部署了几千颗卫星，可以做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低延迟网络连接。只有星链才能让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真正实现全球覆盖。反过来 ，SpaceX 也离不开特斯拉。SpaceX 现在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是火星殖民，要在火星上建立永久基地。需要什么？需要海量的储能设备，需要太阳能发电技术，需要电动车，需要机器人。而这些东西，特斯拉已经做了10几年，是全世界最成熟的。你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牵强附会的理由。这两家公司从技术上来说，本来就应该是一家马斯克从一开始就是把他们当做一个整体来规划的。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根本没看到这一层，他们只看到了 SpaceX IPO 的赚钱机会，却没有看到背后这个更大的局。当然，除了技术协同之外，还有财务上的互补。特斯拉现在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每年能赚几百亿美金，而 SpaceX 正好相反，它是一个烧钱大户，不管是星链还是火星计划，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巨额资金投入。如果两家公司合并了，特斯拉的现金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给 SpaceX， 支持它完成那些疯狂的计划。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觉得这件事好像真的有可能发生？但我要告诉你，这还不是整个计划最疯狂的部分。如果 SpaceX 和特斯拉真的合并了，会发生什么？首先，这家新公司的市值会立刻超过1万亿美金，甚至可能达到2万亿美金。然后，随着星链业务的成熟，随着 FSD 的落地，随着火星计划的推进，它的市值还会继续暴涨。有人预测，10年之内，这家公司的市值会超过10万亿美金。到那个时候，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会是多少？他在新公司里会拥有超过50%的投票权，个人财富会轻松超过1万亿美金，他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万亿富翁。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后面还有 XAI， 还有 Optimus 机器人，整个马斯克帝国会变成一个横跨航天、AI 自动驾驶、能源机器人的超级巨无霸。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 IPO， 这是马斯克在为自己的整个帝国打造一个终极的权力底座。他要的不是更多的钱，而是绝对的控制权，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世界的权利。那现在问题来了，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从这次历史性的事件中分一杯羹？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上市第一天就全仓买入，但我要给你泼一盆冷水，这绝对是最愚蠢的做法。你想想，首日只释放4%的流通股，股价肯定会被炒上天，可能开盘就涨1倍，甚至涨2倍。但这个价格是完全没有支撑的，是纯粹的稀缺性导致的泡沫。等180天锁定期一到，早期投资者手里的股份一解禁，你觉得会发生什么？那些早期投资者很多都是几毛钱、几块钱的成本，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抛售。到那个时候，股价会像自由落体一样下跌。如果你在上市第一天高位接盘，很可能会被套很多年。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当然不是。其实有一个非常稳妥的间接投资路径，很多人都忽略了。你知道谁是 SpaceX 最大的外部股东吗？是谷歌，也就是 Alphabet。谷歌在2015年与富达共同投资了 SpaceX 10亿美金，截至2025年底持有 SpaceX 6.11%的股份。2026年2月 ，SpaceX 合并 XA 后被稀释至约5%。按照 SpaceX 1.75万亿的 IPO 估值计算，这笔投资现在价值约875亿美金，翻了80多倍。所以，如果你看好 SpaceX 的未来，又抢不到 IPO 的份额，又不想在上市第一天追高，那你现在就可以买入谷歌的股票。买入谷歌就相当于间接持有了 SpaceX 的股份。而且谷歌本身的业务就非常稳定，有搜索引擎，有 YouTube， 有云计算，每年都有稳定的利润和现金流。就算 SpaceX 最后没上市，就算合并计划失败了，你也不会亏太多，这才是普通投资者最稳妥的选择。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买入特斯拉的股票。如果合并真的发生了，特斯拉的股东肯定会获得溢价。但这个选择的风险要大很多，因为合并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监管会不会批准，特斯拉的其他股东会不会同意，这些都是未知数。我个人更倾向于谷歌这个路径，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不管最后合并成不成，你都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如果成了，你就能跟着享受 SpaceX 上市和合并带来的巨大收益。如果不成，谷歌本身的业务也能给你带来不错的回报。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了，那就顺手点个赞。我做这些深度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盲目跟风，而是为了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别人都疯狂的时候保持清醒。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这里面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首先，6月12日这个 IPO 日期本身就只是一个传闻，还没有得到 SpaceX 的官方确认。其次，就算 SpaceX 真的上市了，合并特斯拉也会面临巨大的监管阻力。反垄断机构肯定会仔细审查这件事，不会轻易让这么大的两家公司合并。但你要明白，马斯克从来都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只要他想做的事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他当年说要造可回收火箭，所有人都笑他是疯子，结果他做成了。他说要造电动车，所有人都觉得他会破产，结果特斯拉成了全世界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所以永远不要低估马斯克的决心和能力。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投资机会，这是一次人类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才华和野心，试图建立一个横跨多个领域的超级商业帝国。这个帝国的权力高度集中，他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改变人类的未来。这件事最后会走向何方，没有人知道。他可能会成功带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可能会失败，成为商业史上最大的泡沫。但无论如何，能亲眼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拆解商业和资本逻辑的内容，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跟踪 SpaceX IPO 的最新进展，以及马斯克接下来的每一步动作。只要有任何新的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做视频给大家分析。最后跟大家说一句，本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任何涉及到钱的决定，一定要自己做功课，或者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不要把别人的观点当成自己的投资依据，更不要盲目跟风。